好，那呢，这是我第一次接外汇这么大的一个活动。结束之后呢，我稍微反省了一下，然后有5个心得可以跟你分享。那不见得一定要用在外汇，如果你今天刚好想办一个活动，想要宴客，或者是像办 potluck 这样人数比较多，那这些心得呢都可以用得上。第一点就是配方呢要比原本预估的多估10%至少。因为做的时候呢，那些耗损率是一定会发生。像我那天在烤饼干的时候，一整盘出炉，我手稍微有点倾斜，5个掉地上，啪，整个碎掉，就完全不能用。那好险我有多烤。那或者是呢，像我在挤泡芙，最后烤出来就有几个看起来特别的，就是畸形，然后开始弱小，我就不想用它。所以呢，一定要多做。然后还有那天呢，我也是泡芙呢，有一盘刚好我比较早开烤箱门。然后你看，整个就塌到不行。当下呢，我整个心里都发凉了，因为一整盘大概有20个都不能用。那好险的，像是我的菠萝皮然后还有泡芙的面糊都还有，所以我就赶快补做，就可以补救这件事情。不然呢，就有可能会开天窗。第二点，挤花袋的品质很重要，像这种薄的呢会容易破，还是要选这种厚的，比较耐用。平常呢，小量呢，我觉得你要用什么挤花袋都没差。不过像那天一开始我用这种薄的，然后大概挤到一半的时候呢，不到一半啦，1/3的时候，馅料就从旁边这样慢慢的挤出来，然后当下就觉得很烦。你要把整个馅料挤出来，然后弄干净，然后呢还要换花嘴，就浪费很多时间。所以呢，如果你办活动已经有时间压力，风险比较高，你心里本来就比较紧张化了，建议呢就还是要选这种厚的挤花袋，因为路遥知马力这样呢会让自己比较安全一点。挤花袋呢一定要保持干净，因为甜点的馅料呢难免都会有一些油脂。那在盛装馅料的时候，我都会拿一个这样的瓶子，然后把它这样反套，这样，然后这一圈都不能沾到馅料，要非常非常小心，因为你只要一沾到，你把它翻过来的时候，它的那个油脂就会容易附着在挤花袋的外面，然后你越挤，它就会整个越来越油，越来越油，到时候你就觉得说奇怪，我怎么觉得我都抓不住挤花袋，你整个的操控性就会变得很差。那一天我其实就有遇到这个问题，因为刚好泡芙的馅料是很多奶油，那个穆斯林馅很多奶油。那我的解法就是我会频繁的洗手，我只要手一油我就去洗手，然后会沾洗手乳把油脂给洗掉。那我会拿干净的除菌纸，然后把挤花袋的外面擦拭一遍，这样子把它尽量擦掉，避免那个情况恶化下去。第4点就是要学会分批操作，然后善用时间。因为像这一次的菠萝皮还有饼干面团呢，都是含有大量奶油，加上还有造型，所以它只要在室温放一下子，它就会变软。变软之后没办法 hold 住它的形状，然后你也没办法移动它我这次就有深刻体会到。所以我的饼干面团呢，我就分成4等份，然后我一次只拿出其中1等份出来，然后擀成我要的薄度，然后压完造型，这时候它就已经变软了，所以我就赶快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冷藏，让它变硬。等待期间不能发呆所以我就拿第2份拿出来，然后重复做一样的事情。等它拿去冰的时候呢，我的第1份就可以拿出来，然后移动到烤盘上。所以呢，因为甜点就是对温度这么的敏感，甜点师就是要脚轻一点。第5点就是最重要的，要特别注意卫生，因为要做给别人吃的，不能马虎。像是呢有蛋的产品呢，我尽量都是现打现做，然后呢有充分加热或者是尽快冷却。其中像是卡士达酱，它就是属于比较危险的产品，因为里面它有大量的蛋、牛奶跟糖，这些都是细菌爱吃的。所以为什么煮完呢，我会放在那个比较大的烤盘，然后让它尽快降温，不能在室温放着脱离那个细菌滋生的这个温度范围。然后每一个品项呢，操作到一个阶段，我会整个撤收，然后工作台呢喷酒精消毒，然后整个擦拭一遍，然后再加上呢勤劳的洗手，就是保持干净。因为我觉得食品安全还是要放第一，不然再好吃都没有用。我也没听过这款 Le Lunette 的火面饼干是什么。Google 之后才知道其实是我们熟知的果酱饼干。因为呢，经典的造型它有2个洞洞，露出果酱，看起来像眼镜，所以叫它眼镜饼干。真的好多
饼干面团制作上很快，尤其是用食物处理机，大概3分钟内打一打就完成了。首先，面粉、糖粉、盐放入处理机内，混合均匀。最重要的是奶油要是冰的，切成块状加入，用 pulse 的方式打成细小的沙粒状。今天做这么大量只能依赖机器的，平常小量的话呢，可以用手切一切。蛋黄内加入香草酱，一边运转一边加入。这款饼干用料豪华，不加一滴水，纯蛋黄跟奶油，保证吃起来酥松，不过度搅拌，成团后就可以停了，避免出筋。好，我发现呢，它有点没办法，上下有点不太的那个均匀，所以我现在最后要用手把它拌匀。稍微整理整理到面团看起来整体颜色啊、质地是均匀的。那饼干的量呢，有点太大，所以我要分成2份来操作。保鲜膜包好，整理成长方形，冷藏至少1个小时，静置松弛。接下来呢是做覆盆子果酱。那我本来是很犹豫说到底要买市售还是现做，但想想还是要用最新鲜的，所以我决定要来自己做覆盆子果酱。材料很简单，只需要3个：覆盆子、糖跟现挤的柠檬汁。那覆盆子呢，你可以用新鲜的，或是像我一样是买冷冻的。需要20cc。baby， 好。我以前啊一直觉得果酱要煮到天荒地老，其实不用。整个过程呢，只要15分钟，保持水果最新鲜的风味。3样食材：覆盆子、砂糖、柠檬汁，加入锅子内。初期开中火，稍微搅拌，确保砂糖都有融化，大概5分钟。接着把火力调大到沸腾，让果酱呢滚个5到10分钟后，开始检查那个凝固点。所以要怎么知道果酱已经煮够了呢？判断方式就是拿一点点的果酱放在事先冷冻过的盘子上，等它冷却30秒，然后呢，你用手稍微推一推，画一画。如果它出现皱纹，即使只有一点点，就表示果酱已经凝固了。如果呢，它还是很液体，这样流流的，那就再继续煮个1-2分钟。那我要先摘一点薄荷，加在我的覆盆子果酱内。哇，薄荷长得好大哦！我大概需要10片好了，差不多。为了让果酱更有夏天的感觉，我想加入一点薄荷。这个季节薄荷长超好的，只要你有浇水呢，它就会爆炸性的成长，连施肥都不用。薄荷凉凉的，让原本酸酸甜甜的覆盆子果酱风味更清爽。趁热装罐，罐子要事先消毒哦。是不是做果酱比想象中的快吧？等它完全冷却就可以用了。这是饼干的厚度。接着来擀面团，
取2张烘焙纸，把面团放在中间，擀成2到3厘米的厚度。因为是夹心饼干，所以每一片呢我们要薄一点，不要太厚。饼干有2种造型，底部是实心的，然后上半部呢是中间挖洞。烤盘上铺烘焙纸或者是洞洞的细胶垫，然后平均摆放饼干的面团。这个配方呢，因为加糖粉，烤的时候几乎不会变形，所以你摆的时候间距只要一点点就好，这样一次可以烤很多片。以170度烤15到17分钟。饼干呢跟烤泡芙不一样哦，你一次可以烤多盘，然后中途呢要记得上下对调，这样颜色才均匀。这款饼干不用烤得很上色。现在来做上半部。面团呢很容易变软，一变软就不好拿。为了避免变形呢，不要硬做，赶快把它冷藏个10分钟，让它变硬之后再继续操作。有洞的造型，因为它面积比较小，烤的时间要缩短，170度烤13到14分钟就可以了。出炉之后完全放凉。哒哒，总共100片的饼干，终于烤完了。夹心饼干的组装时间，挤1大匙的覆盆子果酱。如果你想省时间的话呢，就用市售果酱也可以。中空饼干放在制凉架上，均匀的撒满糖粉。在架子上撒呢，你可以避免它侧边卡粉，然后你多余落下来的糖粉最后还可以回收，不会浪费。盖上去，完成啊！白色的饼干搭配闪耀着粉红色光泽的覆盆子果酱，太美了啦！这果酱饼干的魅力呢，就是饼干本身是松松脆脆的，然后有浓浓的香草奶油风味，一咬下去，中心是酸甜湿润的果酱，2种口感完美的互补。耶，饼干做完了。最后呢，把它装在外汇专用的盘子，小心。那这个中间这个洞呢，是留给寿星的巴黎布雷斯特，这是老板指定的摆盘。最后说一下这一次的外汇进账，35人份甜点食材成本呢，约是106块加币，最贵的就是榛果还有奶油。那报价呢，我最后是估约成本的3倍，350块。刚好1人份是10块钱，算是亲友价吧。因为我想说平常麻烦他们很多，所以觉得有能够帮上忙就很荣幸了，收费是其次。跟大家说拜拜，再说拜拜，拜拜。因为呢，路遥知马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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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安全一点最重要。